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一颗六缸分摇盘，从桃园来的 W126 黑色的300 SEL 的六缸分摇盘的故障检测。W126 的车子到现在已经有35、36年的年纪了哈。那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哈，引擎缸体一般来讲 M103 直六引擎，跑50万公里都不是问题。但是呢，我们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30多年的车子都会发生车子不稳定或者是说动不动就熄火，或者是说各种状况包括难启动启动困难所以说我们就开起来没有信心，就可能就把它放着不开了这个问题都是因为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污染所造成的问题W126 的300 SEL 它是机械喷射，就是这个分油盘它是主要提供高压汽油给喷油嘴做喷射。那这个分油盘堵塞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这颗分油盘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堵塞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这颗分油盘如果在1分钟全油门的测试，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在170 ml 左右1分钟大概这颗短棒是175它应该在贴近这个短棒的出油量。如果出油量过低的话，就会造成启动困难马力不足甚至于动不动就熄火。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在未整修之前它的堵塞状况。大哥打开定时器，打开电源，好，开始。这1分钟的全油门主要是要测试这颗分油盘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标准的应该在大哥机的上面应该在170 ml。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污染了，里面的铁锈还有胶质汽油挥发掉以后呢，留下来的胶质就好像我们30多年的水塔如果是空污的话，那就糟糕了。那这个没有在用水，也没有在打水就堵塞会相当严重。那这个分油盘呢，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它出油量是什么样的情形。那如果出油量过低，可能会导致启动困难，车子没力油门要踩重，结果呢反而是更耗油了。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这个出油量，我们来看看。这条短棒是170 ml，这个出油量都在125左右第一缸130，第二缸130，第三缸125，第四缸125，第五缸125，第六缸也是125这个跟170 ml 的出油量超了35 ml，这堵塞是相当严重的那这个状况可能这颗引擎可能在发动都有困难了那马力是不会严重的不足无论如何，等大哥把这分油盘整修好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编号21628，从
桃园来的黑色 W126的300 SEL 的6缸喷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啊，系统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啊，应该要在170ml 左右，在大哥机台上面。那结果呢？它出油量大概平均都在125跟130ml 左右啊，这个严重的供油不足，所以这部车子如果要开要发动的话，可能都有点问题哈，可能都很难发动而且供油严重的不足。那在大哥机台上面，1分钟全油门应该要在这条棒子175ml左右哈，170ml。我们来看看啊，大哥整修完成之后呢，它的出油量到底什么样状况？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W126的车子，当时是最1990年代是最顶尖的车种啊，也是最贵的车种啊，所以它是机械喷射哦，它是喷射的啊，不是。那如果平价的话，可能日本车大概都是化油器为主喷射系统化油器也是一样啊，经过30多年的使用油箱就像楼上的水塔如果空污没有人住车子没有开，那就会造成这个堵塞、污染铁锈、油箱铁锈，油箱汽油挥发掉留下的胶质，把供油系统堵塞了，就像这个喷油盘一样那造成了车子状况特别多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喷油盘供油系统弄好以后，能够车子好开，会跟新车状况的马力应该会差不多好开，车子好开，我们就常常开，那就不会再造成说好像房子没有人住，水塔没有使用这个问题，所以理论上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的。好，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这个供油量非常漂亮。第1缸170，第2缸170，第3缸170，第4缸170，第5缸也是170，第6缸也是170，这个几乎零误差了哈。这个车子应该我们要期待这个喷油盘回装到车上之后呢，它的表现应该是非常满意的，怠速也应该是相当稳定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1628从桃园来的 W126 300 SEL 的6缸喷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要了解这个喷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越平均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1628从桃园来的 W126 300 SEL 的6缸喷油盘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这次的测试非常漂亮。第1缸220，第2缸220，第3缸225，第4缸220，第5缸220，第5缸220，第6缸22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
这个喷油盘回装到车上，肯定怠速一定会非常稳定。但是它这颗引擎的缸体有个缺点积退相当严重，缸压都超过13，这一定要用98的5000汽油。虽然里程数只有8万多公里，但是会有这样的缸压，也让大哥觉得很意外。那这8万多公里怎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缸压堵塞、缸压积碳？也许大哥可能要把他的汽油要把它全部抽掉，直接换98的，否则这么高的缸压，测试那个爆震会相当严重。那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喷油盘总修好以后，会开起来的感觉马力会跟新车很类似一定会很好开。大哥的目标是希望说，所有从大哥这边总修出去的老宾士都能够达到环保的要求再开20年，上高速公路不用担心这个才是我们优良的开车环境这是大哥的目标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